所以如果你不真的很有想法，你要怎么样子去转换的时候，常常经营的很认真很努力，在收入上面呢没有办法达到你自己的预期。Hello， 大家好，我是海狸，欢迎来到我的理想世界。之前呢，有一部影片有跟大家分析到，有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兼差得到额外收入的模式。那今天呢，这支影片呢，要延续这个主题，为大家介绍其他的模式，但是门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像是很多社群媒体的网红啦、直播主啦、YouTuber 啊这样子的一些领域。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呢，一定要记得看到最后，并且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首先就是像一些社群媒体的网红，那我想大家可能有看过，比如说在 Instagram， 然后在 Facebook 有一些很漂亮的这个网红，或者是呢，就是有一些网红呢，他们可能会擅长使用文字或者是图片或者是影片去表达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日常，他们的兴趣，或者是说他们跟自己的情侣的互动关系，或者是亲子之间的日常，妈妈带小孩的，也有经营自己的宠物动物的，然后或者是你很会画画，也许你可以做一些很可爱的插画。那如果呢有厂商觉得很不错，可能就会找他们接业配。那一篇业配呢，可能就依照他自己的这个粉丝追踪数，然后就是收不同的价钱。那我发现呢，追踪数的多寡有时候也不一定跟他的这个收入有非常直接的正比关系，因为有些人呢，他虽然追踪数非常高，但是转换率是很低的。最主要还是要看他们懂不懂得怎么把流量就是去做转换。这些呢，其实都还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把你的流量就是转化成真正的收入。那至于他们每贴一篇业配呢，一般来说可能都有几千块到几万块钱不等。有这种业配呢，就是也通常不是非常的稳定。如果你是上班族的概念，就是你很期望是有一些固定的你自己可以计算的收入的话，那可能它就会跟你内心所想有一些差距。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如何成为一个直播主，然后得到额外的收入。就像以前我们爸妈那个年代呢，他们可能会去像是那种红包场，这个方式有一点点差异，然后运用的工具也有点不太一样，场景有点不同而已。那其实现在直播平台有很多，那有些人可能是靠着就是直播打游戏，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直播才艺的。那我想现在讲到直播，大家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透过就直播自己的才艺啊，或者是聊天的一些这个部分呢，然后去透过跟粉丝互动，粉丝就会有一些打赏，那他们可能会刷一些礼物给这个直播主，那再由这个粉丝刷的礼物呢，让直播主跟平台之间呢去做一个抽分。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注意到就是直播这样子的行业的兴起，然后我觉得十分的有趣，所以我就常常关注一个跳舞的播主。那我那时候呢觉得他非常的认真，因为我常常看很多别的直播间，人家可能只要唱歌就会有人刷礼物，但是我觉得他的舞蹈功底又其实蛮硬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刷一些礼物支持他，这样子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那我就有稍微问一下他说，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直播的生态。那他当时呢是告诉我说，假设一个直播主得到了粉丝的这个礼物，大概平台会拿走70%，那大概30%是他们的，但是还有一些工会啊，可能再拿走什么5%或7%，其他的才会进到这个主播的这个口袋里面。那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真的有多少人愿意像我这样子，就是常常刷呢？然后我刷了一阵子之后呢，我也就会慢慢的不刷，而且因为当你进去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别人会对你有期待，所以后来你对于你自己进去这个直播间好像也会有一点点压力，所以后来我就越来越少上了。然后还有就其实这种东西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也是会有一点疲乏。当然它可能是一个短时间之内赚快钱，但前提还是你要有这个能耐。就像我那时候认识的这个直播主朋友也跟我讲，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青春财，就是只能赚那几年而已。很多人呢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累积自己的名气知名度，然后再转做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大部分的直播主来说呢，最大的挑战是当他累积出自己的名气跟粉丝量之后呢，要如何懂得在他的这个名气最好的时候呢，想好下一步的转型应该要做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直播主面临的挑战。接下来呢，
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成为 YouTuber。然后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呢，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YouTuber， 然后在网上呢有自己的影响力，可以透过这个呢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然后还有结交朋友。那我自己呢，当然也是觉得这个方式我是比较喜欢的啦，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拍制这个 YouTube 的影片。但我觉得 YouTuber 呢，他们要面临的挑战就是说，跟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一些网红呢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收入转换模式，因为你的粉丝数量不一定跟你的收入有直接的关系。YouTuber 的收入呢，一般来说有几种。第一个呢是我们看 YouTube 中间不是有广告，然后这些广告的费用，你达到一个门槛，它有个门槛，好像是1万的订阅，然后观看数要超过一个时数以上，那它就会开始呢，就让你可以申请这个影片里面可以加广告。那广告的收入呢，是 YouTuber 的收入的其中一支来源。但是如果你希望只靠广告收入的话，那可能就会很吃力，因为广告收入可能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1000个点击数大概会有1块钱美金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呢，这个 YouTuber 通常他们会接自己的业配，但是你业配接多了，也是要看你自己置入的功力，粉丝会不会觉得这样他们不喜欢啊。像我知道之前就有一些 YouTuber 因为可能业配接太多了，就会有一些掉粉啊，或者是追踪数很高，但是影片观看的数量表现没有这么好，或者是有下滑的这个倾向。所以呢，一个 YouTuber 他的收入可能是多种来源的，就广告啊、业配啊，他们可能也会做联盟行销，要做到很高很高的收入也是万中选一就对了。有些 YouTuber 他们有一些自我品牌的产品啊，比如说 T-shirt 啊、周边的产品啊，那当然收入最容易的，或者是说最好的、比较高的，应该是属于卖课程的类型这样。不过同一个课程你能够卖多久，还有时候你的课程的内容可能会变成别人的免费内容的提供来源，所以我觉得在市场上面呢，就是竞争压力也是很大。那我觉得这个是 YouTuber 的这个现况。那像我自己呢，我虽然就是也决定开一个 YouTube 频道，但是因为我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呢，并不来自于这个 YouTube 频道，可能也不太需要业配或者什么样子的。我主要呢就是透过这个频道呢去记录一下我自己的工作生活，我在生活中的一些想法，但我希望可以交一些类似想法的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伙伴。以上呢都是几种自由工作者的一些形态模式。 YouTuber 还有一个好处啦，我觉得比起直播主来讲的话，他可能能够有行动跟地点上的自由，因为直播主有时候天天都要播，他要每天都待在好的环境啊、直播间啊，然后而且一天不播，很有可能就是跟粉丝的关系就会比较疏离，那也很担心被别人取代。YouTuber 的话相对就好一些，因为你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拍片，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剪片，那你可能只要固定的时间上影片就可以了，生活上是比较能够自己去做一些安排的。只是说在收入的转换上面要动脑筋，假设你的这个 sense 不是很够的话，可能前期收入会很拮据。以上呢就是大概的几种方式。那我觉得像今天讨论到的呢，应该都是能够磨练我们自己能力的一些增长，但是呢当然它相对门槛会比较高，所以如果你不真的很有想法你要怎么样子去转换的时候，常常经营的很认真很努力，在收入上面呢没有办法达到你自己的预期。如果你也已经有自己的这个基本的流量，只是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转换的平台的话呢，我觉得也许你也可以参考就是像我这样子的平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如何就是转换跟分润的话呢，我有另外一支影片呢是专门在讲这个东西啊，你可以点击这个影片的连结，就可以从里面就是去思考一下是不是适合你去使用。你也可以留言给我，或者是到我的粉专发讯息给我，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交流探讨。如果呢你也喜欢今天的主题的话呢，可以帮我订阅、按赞或者是分享，然后记得要打开小铃铛哦。非常期待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我也可以从大家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今天这一支影片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咯，拜拜。